欢迎大家莅临本次世界服装设计大赛。本次大赛的金奖获得者是 Sweet， 让我们恭喜 Sweet。太好了，我努力这么多年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夏夏，恭喜你，谢谢你依依。这个贱人还真是厉害，竟然真的拿了金奖。不过这份荣誉只能是我的。阿姨，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。阿姨，我查到锦州哥哥找了5年的救命恩人就是夏初，他脖子上的玉佩就是锦州哥哥的。依依，我心目中的儿媳妇是你，可现在锦州又需要夏初的是救命，你快帮阿姨想想办法。阿姨，你先承诺夏初，捐肾就同意她嫁给锦州哥哥。等她手术打麻醉昏迷时，快去吧。喂，夏初锦州现在急需要换肾，你只要愿意救他，我就同意你嫁进傅家。真的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海城。夏夏，你去医院的话，领奖怎么办？要不你把身份牌给我，我替你领奖。好，谢谢你。竟然还想消遣我的锦州哥哥，你所有的努力，你的身份荣誉，我都要抢。大家好，我是 Sweet。锦州，5年前我舍身救你，你说你要对我负责，我却自卑退缩了。这次我一定会留在你身边。父亲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少爷，我只是个保姆，我配不上你。等我有能力做你女人的时候，我会回来找你。锦州，我现在是金牌设计师 Sweet， 我终于有资格站在你身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你生了个儿子。妈咪，小七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咪，恭喜你获得金奖！谢谢儿子。妈咪，你之前说拿金奖就带我回去找爸爸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不过妈咪先要去救爸爸，等爸爸康复之后呢，妈咪就接你回去团聚，好不好？好。夏夏，你走了，女王怎么办？她可是专门过来给你捧场的。放心，她不会怪我的，她可是比我还关心我的婚事呢。这样你就告诉她，我在海城等她来给我当伴娘。先走了，照顾好小七。哇，是女王大人，好美啊！欢迎女王大人。见过女王。女王阿姨，你还是这么美丽。就你嘴甜。夏夏怎么没来？夏夏去海城救傅锦州了，她让我诚恳地跟你说声抱歉。傅锦州，海城傅氏集团傅锦州，你认识他？他之前一直求着我跟他合作，没想到夏夏心心念念的人竟然是他。罢了，只要夏夏觉得幸福就好。告诉傅氏集团，我将会给他们一个100亿合作订单，就当做是给夏夏的贺礼吧。是。谢谢女王殿下。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也是她的娘家人，只要傅锦州对她好就好。但她要是对夏夏不好，我就让傅氏集团从海城消失。有你是夏夏的福气。算了，夏夏不在，颁奖典礼也没什么意思。反正之后咱们要在海城开时尚晚宴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海城，给夏夏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专机，出发海城。是。锦州，我终于嫁给你了。锦州，你回来了，感觉身体怎么样？你这个贪婪无耻的女人！捐肾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傅家给你5000万，钱货2千，你拿了钱，还敢逼婚？不是的，锦州，我根本没有签过这份协议，
我也没有逼婚，是伯母说你要娶我。小明啊，我真的没有。锦州，相信我，这协议不是我签的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私情。请你看，字迹的确不一样。真的不是我，我也没有逼婚，结婚证是妈给我们领的。我妈为什么给我们办证？说清楚。妈给我打电话说，只要我给你捐肾，你就愿意娶我。我做完手术之后，妈就帮我们拿了。我真的没有逼婚，我也从来没有拿过5000万。夏初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5000万不是早就给你了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可哪来给我5000万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快跟锦书解释一下。儿子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愿意给你捐肾，谁知道5000万给了她，她反手她就给媒体曝光，说你承诺了要娶她。妈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，才给你们领的结婚证。哎呦，都是妈的错啊！妈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要乱说？锦州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。我可都说的是实话。你果然在骗我。依依啊，可真是厉害，提前准备好了捐肾协议，拿走了夏初的肾，又给他泼了脏水。锦州啊，果然误会恨他了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。够！夏初，我不会娶你的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进来吧。小七还等着我去接他，回来一家团圆。我不签。夏初，你费尽心机嫁给我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锦州，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在新月 KTV， 你被人陷害下药，救你的那个女人？是你？是我，当初说过你会娶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的话当然算数，只不过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晚的女人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任。我有你的玉佩。玉佩呢？啊，在我。等他手术打麻醉昏迷时，哼，他根本就没有玉佩。儿子啊，救你的人不是他，是依依。锦州哥哥。好久不见，依依，怎么是你？你认识锦州？依依当然认识锦州呀，他们两个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依依，刚才阿姨说是你救了锦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本来就是我啊，夏夏，阿姨跟我说你在冒充我，原本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胡说！那晚的女人明明是我。锦州的事还是我跟你讲的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够了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锦州哥哥，夏夏是我的同学，我告诉过他这件事情。5年前在新月 KTV 救你的人，其实是我。我有玉佩在这里，这明明是锦州给我的玉佩，为什么会在你那里？你们傅家的祖传玉佩，不是你一个下贱保姆配拥有的。哼！这明明是锦州哥哥5年前给我的，我都戴了5年了。夏夏，我当你是闺蜜，才把5年前的秘密告诉你。可我没想到，你不但要冒充我，还想抢走我的玉佩，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儿子，都是妈的错，妈不该给你俩去办证。这个坏女人啊，她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妻子。锦州，你相信我，我才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，你相信我。闭嘴！依依，你真的是那晚的女人？嗯。那我之前一直在找你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？因为你太优秀了，我很自卑，所以这些年我去国外进修服装设计，终于以 Sweet 的名头获得世界大赛金奖。苏青怡，救锦州的人是我 ，Sweet 也是我，
是我觉得配不上锦州才去国外进修的，你不要脸！夏初，你要再敢辱骂青衣，对他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锦州哥哥，我没事，你别怪夏夏，我拆穿了他的谎言，他记恨我也是应该的。金叶，你真的是 sweet。喂，副总，F 国女王竟然给我们发来了邮件，她不但邀请你去参加时尚晚宴，而且女王还说看在 Sweet 的面子上，给我们价值100亿的合作项目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可是 Sweet 是谁呀？Sweet 是青叶。依依啊，你怎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呀？你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Sweet。让我说呀，你就是我们家的福星。5年前呀，救了我们锦州，现在呀，又给我们带来了100亿的项目，你简直太棒了。夏初从来没有用 Sweet 的身份公开露面，就连傅阿姨都不知道，女王肯定也不知道，真是天助我也。阿姨，您就别夸我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锦州哥哥。女王作为 F 国时尚界最权威的人，她的认可就是高端奢侈品的入场券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跟她合作，可奈何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太弱，女王始终看不上。青叶，我得好好感谢你，这么多年的愿望你帮我实现了。锦州，你不能相信他，我才是 Sweet， 他就是冒充的。夏夏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我们俩谁是冒牌货，你心里清楚。大家好，我是Sweet。夏初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锦州，那个金奖是我的，我是为了回去救你才叫苏青衣帮我领的奖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早就想冒充我了吧？才主动提出帮我领奖是吗？夏夏，凡事要讲证据。你说我冒充你，你有证据？知道我身份的萧静和女王都在国外，我现在也没有设计手稿，金奖还被苏青衣冒领了。拿不出来吧？我有视频，有奖杯，有玉佩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冒充我？我从来都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女人。儿子，像这种坏女人绝对不能留在我们傅家，让她有多远滚多远。来人，这个女人欺诈蒙骗，把她送去警局。锦州，你相信我，5年前的那个人是我，Sweet也是我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是你叫我去捐肾，是你替我上台领奖，陷害我拿了5000万，说我逼婚，都是你们！够了，夏初，你先是污蔑青衣，现在污蔑我，想死吗？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。夏初，你这副虚伪狡诈的嘴脸，我恶心透了。他撞到捐肾手术伤口了。傅锦州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可以去查我的账户，我从来没有骗过。你干什么？签字，跟锦州哥哥离婚。我不签，苏青衣，纸包不住火。你冒充我的事儿，锦州早晚知道。冒充你又怎么样？现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，他们只相信我。夏初，我就是要夺走你的荣誉，夺走你的一切，你斗不过我的。你要是乖乖签字，我还可以考虑给你1000万。我呸！锦州这些年都在找我，足以证明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。苏青衣，我一定会把证据摆在他的面前，揭露你丑恶的一面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就别跟我对你客气了。进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请你去快活，然后再送你上娱乐头条。傅氏集团总裁的新婚妻子对情人作风不堪，到时候你不离也得离。带走。副总，
女王送来了仅有10张的贵宾请柬。太好了，看来这次得好好谢谢静爷。你去拟一份合同，等跟女王签约了，我以年薪5000万聘她做总设计师。是。傅锦州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可以去查我的账户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你去查一下，看看夏初的账户有没有一笔5000万的进款。另外，帮我准备一台车，我去看看他。是。人呢？查一下夏初去哪了？人我给你带来了，想怎么玩都可以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给我多拍点照片。苏小姐，你放心，做这种事情我们是非常专业的，我一定给你拍的淫荡又无耻。小宝贝儿，你要去哪里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傅锦州的妻子，你敢动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哦，傅太太，什么后果呀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傅锦州根本就不爱你，他恨不得我现在就把你睡了，早点跟你离婚。喂，依依，不好了！锦州啊，刚才去医院，发现啊夏初不见了，他现在啊到 KTV 去了。什么？阿姨，把我准备好的照片拿到 KTV 来，快！起开！苏青衣为什么会救我？不来侮辱我！啊！快！啊！锦州哥哥，救我！没事吧？王八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锦州哥哥，是他！夏初恨我说出来他的谎言，他就找人玷污我。他说只要我脏了，你就不会要我了，你还是他的。夏初。不是的，锦州，苏青衣在污蔑我，是他。我在医院的时候，他叫我签字离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把我带到了这儿，让他玷污我。闭嘴！我父亲就是傻子吗？我不相信我亲眼看到的，我相信你在这胡说八道。锦州，我没有在胡说八道，他带人来侮辱我，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又嫁祸于我，我的手腕就是被他淋红的，你不信你看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实话，不然我将你碎尸万段。是他呀，是他逼着我去侮辱苏小姐的，还让我去给苏小姐拍小视频呢，说什么要发到媒体上面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锦州哥哥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回来？不该澄清，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跟夏初已经领着结婚了，但是我破坏了你们，他还让这个男人死命玷污我。他说只要我糟了，你就不会要我了，但他有毒了。苏青衣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青衣他没有胡说。儿子，你好好看看这些。这个夏初5年前之所以从我们家辞去保姆离开我们家，就因为他勾搭上了萧家的私生子萧劲。萧劲把女人肚子搞大，被赶出萧家，那个女人就是夏初。5年前你就给萧劲生了个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女人，她不但私生活混乱不检点，而且还居心叵测、阴谋算计。儿子，你绝对不能再被她欺骗了。夏初，你好样的，跟别人生了孩子，还敢算计嫁给我，真不要脸！锦州，我没有，你不要相信他们乱说。这种女人就该去死！王殿下，有夏夏的消息了吗？没有，他电话一直打不通，
他从不关机的，一定是有问题。女王殿下，找到夏初小姐了。她在哪儿？夏初小姐现在在 KTV。她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她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夏小姐加入傅家后，一直被傅家人欺负，昨天还被打伤住了院。今天她伤还没好，又被带到了 KTV， 在遭受侮辱。什么？通知所有手下，我们去 KTV。锦城，你相信我，我跟小弟是清白的。那个孩子是我5年前救你时留下的。夏初，你还想骗我？5年前救我的人是青衣，你怎么会怀上我的孩子？夏初，你现在骗人不打草稿啊！我没有骗你。夏夏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不仅算计嫁给锦州哥哥，你还把别人的孩子给他当儿子，你太恶毒了！小七就是锦州的儿子。闭嘴！一个野种也该做儿子。傅锦州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七是你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儿子。夏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这么无耻的女人跟我生儿子。呸！你找人顶替青衣不成，又陷害社稷，还找混混欺负他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被欺负的锦城，锦城，你相信我，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，不是我，你相信我。一泼脏水！他让你怎么侮辱青衣的，你就怎么侮辱他。傅锦州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傅锦州，傅锦州，走，进去。是。不要了，干什么？不要动我！别喊了，副总发话了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你越叫，我越兴奋啊！你俩给我按住，我先来啊！我还没玩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，还得谢谢副总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动我！你求我放了你，副总安排我们好好伺候你，你让我把你放了。哎，你乖乖听话，好好享受就行了啊！我求你放开！夏夏，放开我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他们是哪只手动了夏夏，给我废掉哪只手，再打个半死，给我扔到警察局去。是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女王大人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是副总让我们伺候他的。对呀，是副总啊。傅锦州，给我滚！好你个傅锦州，我是看在夏夏的面子上才给他摆一项目，他竟然敢这么对夏夏！来人，去傅家，给我把傅锦州带过来。是。维德利亚，不要去，他这么欺辱你，不收拾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你放心，小小傅家，我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他们不复存在。不用你来，我自己去。小金，给我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要离婚。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追逐了他5年，救了他2次，换来的只是他的不信任和侮辱。傅锦州，我不要了。夏夏，维多利亚，明晚就是你的慈善晚会，
我会以 Sweet 的身份回归，我会让傅锦州为他的愚蠢付出代价，我会让苏青衣身败名裂。不愧是荣获金奖的设计，夏夏，这件衣服简直太配你了。今晚整个海城都将因你而轰动。海城所有的名流权贵都知道，今晚 Sweet 会穿着霓裳亮相，而霓裳只有一件 ，Sweet 却有2个。我很期待见到苏青衣，今晚我要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狠狠地打她的脸。夏夏，你真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爱情这个东西，脑子一旦清醒，就变得如此可笑。我的离婚协议呢？准备好了。今晚就是我夏初的重生夜，我要让傅锦州看看一样的夏初。今晚过后，我苏青衣不单是锦州哥哥的救命恩人，还是他公司的贵人。哎呦，今天女王的宴会可真豪华呀！你看看，海城的富豪们都来了呀。这么多的千金小姐，就我们依依长得最漂亮。今天呀，除了女王，我们依依呀，一定是这颗最耀眼的星。阿姨，您就别夸我了。是霓裳礼服 ，Sweet， 是 Sweet 出现了。Sweet 竟然是苏青衣，苏小姐。她的衣服太美了 ，Sweet 真是太有才了，我也好想穿她设计的衣服啊。哎，她身边的是她老公吗？长得好帅呀！他们真的是郎才女貌。依依呀，你可真是太优秀了！你看，今天你一到全场呀，你就是焦点。今天呀，和你能媲美的只有女王了。没想到青衣这么受欢迎，有她的帮助，我傅氏集团一定更上一层楼。Sweet， 欢迎你的到来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weet， 谢谢大家喜欢我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作品。Sweet， 你也配？我才是 Sweet。夏初，她怎么来了？还打扮得这么漂亮。Sweet， 这人是谁呀？怎么也说自己是 Sweet？ 他身上穿的是霓裳，霓裳不是只有一件吗？他穿的不会是假货吧？可是我看他穿的衣服比苏小姐的更加精致，而且长得也比苏小姐有气质。不会说话的给我闭嘴！就凭他呀，给我们依依提鞋都不配。傅总，傅太太，冒牌货，晚上好。这个贱人还真敢过来闹事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毁了我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。夏初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以为你穿着霓裳就能冒充 Sweet？ 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但东施效颦只会让你更丢人而已。东施效颦，这个怂的，也不知道你这个假东施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。夏初，今晚是女王的晚宴，由不得你胡来。只要你现在给我道歉，然后离开，我可以不计较你穿着假霓裳冒充我。假霓裳，你还真是谎言巧语张口就来。好，既然你说你是 Sweet，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霓裳的设计理念。夏初，不就是一个设计理念？你以为你能难倒我？我设计霓裳是想通过礼服展现女性特有的魅力，珍珠项链则勾勒出女性完美的曲线，让穿戴者在人群中如同一颗星辰，华丽、高贵、熠熠生辉。哎呦，我们依依说的太好了。霓裳才不是展现魅力的，它代表的是守护。腰间的24颗珍珠代表着一年24节气，而这衣服上总共有525600个闪片，全部都是用纯手工缝制的，代表着一年525600分钟的守护。这才是霓裳的设计理念。他身上的衣服确实更高级、更精致，没有一点瑕疵。难道夏初是真的 Sweet？ 苏青衣是冒牌货？夏初，你平日里冒充我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今天是女王的晚宴，容不得你胡来。诸位，
我才是 Sweet， 我有证据。夏初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苏庆怡，你拿这个冒充我的视频到处招摇撞骗，你真以为我没有证据证明自己身份吗？夏初这个贱人不会真有准备，不行，必须要把他赶走。夏夏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今天是女王的晚宴，你总不能在女王的晚宴上闹事吧？要是毁了锦州哥哥的合作，夏初，你坏事做尽不说，现在还来宴会上闹，赶紧离开！我坏事做尽，傅锦州，我再坏能有你坏吗？昨天晚上 KTV 的事情，我会加倍的奉还给你。你别再阴阳怪气，我们之间的事儿，我会跟你好好谈谈。江华查到他的账户确实没有5000万入账，我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好好谈谈，副总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今天一定要弄吗？是。你如果还想做你的副太太，就快快回去。抱歉，我不想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想了。我们离婚吧。夏初，我已经签了字了。不行，女王最忌讳别人在她宴会上吵架，这个女人竟然还敢跟我闹离婚。夏初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要待在这儿，好好看看你是怎么对我不客气的。我等了3年才等到今天，这是 FT 品牌进入奢侈品行业唯一机会，我不能有半点差错。秦毅的表哥是这次安保的负责人。夏初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秦毅，打电话。好，夏初，不仅我要赶你走，锦州哥哥也要赶你走。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？喂，表哥。咦，谁在找死？敢擅闯女王大人的晚宴？是他。带走。谁说我擅闯的？我有请柬。既然是仅此一张的赤金请帖，难道这位美女就是女王最尊贵的客人？不可能，她就是一个没文凭、没本事的土包子。她哪来的赤金请柬？这肯定是个假的！竟然还敢造假！夏初，我本来以为你穿着假呢裳冒充我已经很不要脸了，没想到为了混进晚宴，竟然还造假赤金请柬，你真是刷新了我的3观啊！比起不要脸，你必须是冒充救命恩人，冒充 Sweet。苏庆怡，今晚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这个贱人还敢威胁我，我人证物证俱在，我会怕你？夏夏，你就别骂我了，我和锦州哥哥真的没有什么。你要是实在讨厌我，我走就是了。绿茶婊！夏初，你够了！你究竟在闹什么呀？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带走！我在，我看谁敢带他走！哟，这不是萧家的私生子萧敬吗？夏夏，你带这样的浪荡子进女王的晚宴，不是存心给女王的添堵吗？这个小贱人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。小心！说你脸是。贱人，还敢勾引锦州哥哥！谁叫你多管闲事？锦州哥哥，女王的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夏说他不但没有请柬，还带萧敬这样的浪荡子进来。要是让女王知道了，赶紧滚回去！傅锦州，走！你到现在为止都还觉得苏青衣是 Sweet， 我在胡搅蛮缠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说你一个保姆，你懂什么设计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设计？好，那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如果我是 Sweet， 你立马签字离婚。夏初分明不可能是 Sweet， 他闹这么一出，难道就是为了迎娶我的朱棣？完了，这我们就再别闹事再说。好，女王驾到！哇，是女王殿下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时尚晚宴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天才设计师 Sweet。他一向低调，想必很多人都只闻其名不识其人。今天我要邀请他做我的御用设计师，并授予顶级设计师勋章。下面有请 Sweet 上台。快，依依，女王叫你呢，快去！女王殿下，你好，我是 Sweet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Sweet， 今天这个舞台是属于你的荣耀时刻。
维多利亚，谢谢你。这位就是我们的最美金牌设计师 Sweet 夏初。傅先生，你输了，离婚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夏初居然真是Sweet。从现在起，夏初就是我的御用设计师，也是我的家人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下面有请夏初给大家说几句话。大家好，我是 Sweet， 这些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，造成了许多误会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冒充我的身份，不然我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锦州哥哥，你干什么？苏青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锦州哥哥，是他，是夏初，他肯定认识女王，所以他们联起手来抢我Sweet的身份。苏青叶，你确定你要污蔑女王？我肯定不敢得罪女王，可是夏夏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借着女王的名义抢我的身份呢？你倒是说说，夏夏是怎么抢走你身份的？女王殿下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才是Sweet。我有领奖照片。你以为我堂堂一国女王会连 Sweet 是谁都不知道吗？女王殿下，请你相信我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锦州哥哥，请你相信我。够了，你还在狡辩。顶级设计师勋章不仅仅是女王的单方面认可，还有10大顶奢品牌的认可。你还不算太蠢。夏夏，与富士集团的百亿合作项目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并且是让他们请你做设计师为前提。如果你不想去富士集团的话，我现在立刻让人撤销合作。夏初，我因为一些误会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表示道歉。但是公事和私事是两码事，合同已经签了，如果有一方违约的话，会赔偿巨额的违约金。道歉有用吗？夏夏，10亿违约金而已，你开心就好。这些违约金不成问题。傅锦州说的对，我确实应该公私分。维多利亚不应该白丢了10个亿，还要因为毁约影响名声。我愿意加入富士集团。什么？夏夏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我说我愿意加入富士集团。夏夏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不过，傅总，一句道歉就像一笔勾销了，不如我们谈点实际的。你想要什么？项目完成之后，我要富士集团50%的股份。50%的股份是傅锦州应该给小七的，他就算不认小七，属于小七的，我也会帮他拿到。你疯了你！还要富士集团50%的股份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富士集团到底谁做主？傅总，你该不会还没断奶？你这个……好，我同意你的条件，成交。傅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女王殿下，我是夏初的大学同学。同学，现在轮到你。夏初，就算你真的是Sweet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也是学设计的。锦州哥哥，我可以免费帮你做设计。便宜没好货，倒贴有风险。苏青怡，就你那点设计水平，你是想让富士集团破产吗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可以，你不可以，因为已经没时间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起诉你，维多利亚，我要借用你的律师团队，正式起诉苏青怡。好，女王的律师团队在 F 国也是顶级的律师团队，百年500诉。苏青怡怕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夏初，你故意害我，跟你拼了！苏青怡，你真是咎由自取。夏初，你这种孤儿院出来的小保姆，今日就应该被我踩在脚下。现在被乔爷脚下，是你。来人，把这个闹事的女人给我丢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夏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夏夏，你刚才真的太帅了，对付这种人就不应该手下留情。从今以后，谁也是欺负。很抱歉，打扰到大家了。晚宴继续，大家尽兴。副总有何指教？该不会还想质疑我身份？我只是想知道，那晚的女人到底是不是？
你希望是我？我想听实话。那我在这里道个歉，不是我。那你为什么捐肾给我？为了闲嫁你，可惜啊，被你识破了。不过呢，能成为我们副总的合伙人也是很不错的。你最好没有骗我。骗你？我怎敢骗你？我骗你那么多次，副总不是也一次没信？所以，那个孩子也不是我的。傅锦州，你提孩子做什么？如果是我傅锦州的孩子，我绝不允许流落在外，付出一切要把他追回来。这么着急认儿子，该不会下半辈子生不出儿子吧？啊，这样，你现在就立遗嘱，说把傅氏集团转让给小七，我现在就让他叫你爸。我生不生得出来，用不着你操心。那就没得谈了。傅总，什么时候去领离婚证？项目完成之后。你说话不算话。这个项目非同小可，万一你公报私仇，搞垮项目，伺机报复我们是夫妻，这对我们俩来说是一层保障。傅氏破产，我们共同承担。傅总不愧是生意人，半点亏不吃，这点我们很像。你记住了，我跟你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不要耍手段。项目完成后，自己离开。OK， 那我也提醒一下傅总，不要爱上我哦。爱上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，我宁愿下半辈子一去。看来傅总对自己挺狠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傅总，好好有气。喂，小七。夏，小七跑来烟灰厂。什么？你发定位给我，去证明。萧静，看来跟他的关系还真不错啊。江华，查一下这些年夏初跟萧静在 F 国的一切。你们绝对不能让女王起诉我，否则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。我要找到夏初，不管威逼还是利诱，一定要让他找女王撤诉。夏初，夏初跟萧静肯定是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你乱跑干什么？万一丢了怎么办？好了，骂几句就好了。小七，快给妈咪道歉。妈咪，对不起。妈咪，你别哭，你打我吧，我不疼。小七，对不起，刚才妈咪情绪没有控制好。妈咪，是我不该乱跑，害妈咪伤心。是妈咪的错，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放在酒店。原来他们俩是爱见私生子啊，太好了！好了，小七，我先带你去吃饭吧。妈咪，我可以去吗？可以，你先跟萧静叔叔一起去，妈咪忙完之后就来找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还真是夏初跟萧静的私生子。夏初，你死定了！走喽，吃大餐去喽！小心点，别摔着孩子。行，我按到了，给你发定位。跟妈咪再见。妈咪，拜拜。走喽。你敢把这个视频发出去，人生不死，反正我都要失去你性命，大不了而死。在我这里，这么死，放手！然后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出去。傅锦州知道小七是他的儿子，一定会讲，不能让苏青说出去。你的条件，撤诉。苏青向来不择手段，为了小七的安全，暂且饶他这一次。行，不过我也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录制视频向我公开道歉。第二，500万美金，自我亲生自首。夏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没有500万美金，最多给你100万人民币，穷，那就500万。行，但是要跟傅锦州离婚。只要我成了傅太太，还会在乎500万吗？蠢货！你想做傅太太，你就要非常有心思。你只需要记住两只小时，不然维多利亚，苏青衣的事儿就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解决了。你是说你不打算起诉他了？他会发布道歉视频，从今以后，整个设计行业没有人再敢用他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再说了，我就要离开海城了。彻底给他们划清界限，懒得再拉扯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不过下次你要是再遇到困难，一定记得找我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好，一定。
喂，女王大人，有个紧急会议。那个，要不你先忙，刚刚萧静带小七吃饭去了，跟你打完招呼我就去。好，那我就期待项目圆满，我们 F 国再见。好，保证。听说你不打算起诉苏青一了？是啊，副总，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任何人犯了错误，都应该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我很欣赏副总这种六亲不认的高贵品质。不提他了。为了表歉意，我想邀请你。今晚有约了。萧静。没错，要不要一起？我没兴趣。不过，你现在作为副代的身份，我希望你行事低调点。听你这语气，怎么感觉你像吃醋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别整天把爱挂在嘴边。我对你毫无兴趣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你全身上下最值得我欣赏的地方，不过是你姐。喂，战果如何？没想到苏青一竟然是 Sweet， 还是女王好友，这次 FT 品牌一定大放异彩了吧？我刚下飞机，找个地方喝一杯。老地方，见面说。什么？夏初是 Sweet？ 等会儿，夏初这个名字有点耳熟。5年前你在我家调戏的小姑娘，还被扇了耳光，记得？你家那个小保姆？这倒是记得清楚。我当然记得，我头一次被你人打，记忆犹新。可一个小保姆一跃成为金牌设计师，是太不可思议了吧？确实。好事啊！你当初那么照顾他，他现在过来帮你，好人有好报。怎么？他不愿意帮你？我跟他结婚了。还得是你啊！千年的铁树不开花，一开花整个大的。堂堂的金牌设计师，还是女王的好友，这波你赚发了。准备离婚。傅锦州，你没病吧？是他要离的。该不会嫌你不行吧？滚！好了好了，具体说什么情况？无非呢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说5年前你家那个小保姆一跃变成金牌设计师，而且还要捐出一个肾为了嫁给你，而且救你的人是他，但是你不信？亲有我玉佩。我天哪！让我们大胆分析一下，5年前夏初才是救你的人，保不齐他已经生了个好大儿。生活不是演戏。不过夏初该不会真有儿子？他跟萧静有个私生子。萧家的私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亲口承认的。萧静在萧家没势力，所以他相中了我。不过也罢，你有一个牛气冲天老婆，外带一个好大儿，这波你赚了呀！你喜欢？送你。哎，算，这酒喝了没意思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慢点！哎呦，你是真沉呐！走啊！夏初，哪儿呢？那儿。那个人间尤物啊，是你家土里土气的小保姆啊？是的。哎，追呀！那可是你女人跟别的男人跑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刚刚打听的，夏初就住在13楼，到时候你进门就装醉，一切就会变得顺其自然。就算不行，也不能偏于萧静的想，你得跟他约法三章。你可闭嘴吧！你一个单身狗有什么资格教我？傅锦州，你再扎我的心，我再也不帮你了。谁？副总查到了，夏初5年前去的 F 国，一直就读于设计学院。萧静也是5年前进来，不过那个孩子小七是萧静带过去寄在夏小姐名下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孩子不是夏初生的？知道了。哎，既然孩子不是他的，那你赢面就更大了呀。你这样去富士集团，如果是为了违约金，完全没必要。不是为了违约金。富士集团50%的股份也不值得你这么牺牲，还是你舍不得傅锦州？我是为了争口气，属于小七的那部分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万一他知道真相，抢小七呢？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确实，不能便宜卖孙子。哎，
小七什么时候睡着了？我刚刚没发现。副总，好巧，你也住这里。肖总，这是私生子，我儿子小七。蛮挺好，肖家知道了。傅锦州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我没那么闲。夏初，你说你心甘情愿给人当后妈，还想带着你的野种来霸占我傅家的财产，你怎么想的？看来他调查我了，还好我提前把小七的信息给了，只要不是顶级的黑客，就查不出任何问题。副总，大人的事儿别牵扯小孩。哎，我就好奇了，堂堂金牌设计师怎么能心甘情愿去给人家野种当后妈呢？傅锦州，请你嘴上积德，该积德的是他父母，不该让他成为野种。你说的对，他父母就是混蛋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锦州现在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好像一个被老婆抛弃的怨妇，浑身上下都是醋味。他该不会是喜欢上夏初了吧？嫂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霍子言，5年前你还打过我一巴掌。今天锦州他喝多了，他……你叫谁嫂子？我跟他只是名义上的夫妻。你要喜欢叫嫂子，你叫苏青衣去，他爱听。爸爸，爸，爸爸在呢，小七乖。原来他就是我的爸爸，大会在，给我等着。夏初，这小孩……傅锦州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夏初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我跟你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你大半夜带着一个野男人跟野种回家，哎，傅锦州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别对一个小孩恶语相向。你没事吧？你干嘛骂人家孩子嘛？真是！那是萧静的孩子，他不能急，以为他生的。他总归是孩子，你也不能骂孩子啊！你把萧静搞不成不说什么，但孩子是无辜的呀！我活该挨这一巴掌。当然，打人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也不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孩子跟你长得挺像的？哎，我开玩笑的，萧静的孩子怎么能跟你像呢？本来啊是打算让你和夏初缓和关系，到时候后期他也会帮你，没想到啊成这样子。我傅锦州想留下的人，就没有留不下的。没错，当初就这么想，当初啊就想让你俩在一块儿恢复记忆，完了之后2个人来再续前缘，哎，等等我！小青到家了，小景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你没事吧？谢谢。妈咪，你别难过，他是坏爸爸，我们不要他。小七，其实他不是坏爸爸，他是被坏女人骗了。小七一直渴望父爱，就算不能给小七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也不能抹黑小七心中父亲的形象。太蠢了，我更不要他了。好，听小七的，这2天妈妈先带你去玩，你呢就先回 F 国，等妈妈事情办完之后就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。进去吧。傅锦州，我不会再让你伤害小七。项目呢就敲定了，夏初那边我建议你还是道个歉吧。是他打的我，凭什么我道歉啊？关键是你有错在先呢。滚！滚就滚！不过丑话不说前头，3天了，设计师不到位，所有工作都无法展开，到时候公司赔了钱，可全赖你啊！难道我真要给他道歉？算了，就当是为了冤枉他不是死外带的事情道歉吧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唉，设计师不到位的人，我总这么发脾气呢。这会儿千万别一触霉了啊！记得。锦州哥哥在吗？在，不过副总正在忙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进去。再忙也要吃饭，这可是我特地给锦州哥哥做的，让开！哎，这种女人这么厚脸皮，怎么还敢来啊？他呀，就是仗着自己5年前救了副总。他能救傅锦州，你劝得出吗？哎，你给我闭嘴！看这玉片吗？是我救锦州哥哥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，你假包换。他说过哇，
那傅锦州可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我才不给你外面单身狗真的，只要锦州哥哥信我就行。只要锦州哥哥信我就行，恶心！我倒要听听傅锦州怎么相信的。走。锦州哥哥，这个是我为你做的爱心便当，你尝尝。我不吃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冒充所有人？锦州哥哥，我都是好心啊！我知道你非常想跟女王合作，这个项目又非常难得，所以我才冒险冒充他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。锦州哥哥，不用谢，我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。那是为了你的虚荣心吧？锦州哥哥，我是真的想帮你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突然回国了，他本来一直是跟萧敬同居的。够了！锦州哥哥，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他们的事。你是怎么让夏初撤诉的？锦州哥哥，你是关心我吗？是私下和解，他让我录视频公开道歉，再赔他500万。就这些？锦州哥哥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我要是跟他打官司，输了就赔几万，但是他居然威胁我，他说要让女王取消跟富士集团的合作，他真的太贪心了。活了30年了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我也是，但是挺好，女人呐太可怕了。他一个金牌设计师，轩你就不该了。傅锦州竟然向着夏初，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加把火。其实啊，他的钱都倒贴给萧敬了。那你倒是挺了解的。我跟夏初是大学同学，而且他平时挺张扬的，总是会炫耀他会嫁入豪门呢。帮我一个忙。锦州哥哥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不会推辞。去找夏初，把录制合同，最好今天就离开申报。啊？办不到吗？能。不过锦州哥哥，我有个条件。说。我要当夏初的上司。那就看你的本事。只要他能把夏初找来，富士集团不差他一个闲人。锦州哥哥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会把夏初找来。哟，这也不是苏 Sweet， 怎么赚了200亿？我就算是冒牌货也比你强，站在集团副总的位置，你给公司挣了多少钱？我要是你，早就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比不得你，厚脸皮中有战斗机。你说的你听，我先开了你。回见了你，副总，会不会真的把夏初请来了？副总的安排发久历史了。真不考虑让小七多留2天吗？夜长梦多，我怕傅锦州会发现。行吧，小七要乖哦，小宝宝有空就去看你。走吧。怎么开车的？把入职合同签了，去上班。苏天一，你凭什么让我入职？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上司苏总监。刚刚那个小朋友长得好像，照顾好小七。我说过，那你别惹。是你自己答应入职上班的，你要是现在反悔，我不介意帮你儿子认祖归宗。管好你自己。你疯了！夏初，你疯了！你要是食言，我更等我一会儿，注意。小初，你这是个疯子！我得回到富士集团，想吃一阵。你要是被威胁了，就眨眨眼，去弄死他。出情况还在这危险，那你照顾好自己。放心，以后就算是傅锦州。妈咪，小七，对不起。妈咪，没关系，既然是工作吧，我会想你的。小七，帮你看，到机场了，两人给你发视频哦。小七，帮你欠你的。加2成。副总，来了，苏小姐真的把夏小姐请来了。苏青衣倒是有本事，不会是夏初有把柄在她手里。让他们进来。夏小姐，苏小姐请进。锦州哥哥，我把夏初带来了。副总，会在3个月内搞定云龙的合作项目。口气倒是不小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项目靠的是实力，不是交情。明白，工作上我会全力以赴，私人问题我也不喜欢多流水。副总，你答应我，项目完成之后，尽快办理离婚。
这女人变脸真快，之前装作我的救命恩人，一副至死不渝的样子，现在被揭穿了，装都懒得装了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一间独立的工作室。江特助，去给夏小姐准备一间独立的工作室。是。还有啊，我不管什么总监的，创作的事情他少管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很残忍。你们慢聊。景之哥哥，你看他怎么说我的？他说的没错。妈咪，我马上就要登机了。好的，宝贝，照顾好自己哦。到地方，妈咪打电话。妈咪再见。我不回F国了，我要留下来保护妈咪。你妈咪不会同意的。妈咪只能同意了。你是我七哥。那个是萧敬和他的私生子。干了什么？夏小七，没想到送客户还有意外收获。夏飞宇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工作岗位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谢谢，麻烦尽快把甲方的要求完成。明晚没有什么事儿，今晚不要赶。是。副总，这是这个季度报告，您过目。夏设计师下班了没有？你去通知他下班，别说第一天上班，老板虐了他。那我自己去。超浓的设计出口终于完了，上色后再见。小七，你确定要进去吗？妈咪到现在还没下班，肯定是被欺负了，我要去帮她。小七，夏夏不想让那个人撞见，这要是撞见了，夏夏非把我腿打断。妈咪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孩，不会打人。孩子，你对你妈咪的实力一无所知。行吧，进去可以，但你记住，千万要避开那个人。知道了，那边有人。妈咪，小七，你不是回 F 国了吗？妈咪，我的护照丢了。妈咪，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欺负你？没有，刚刚妈咪不小心摔倒了，她在扶我。叫妈咪叫得这么轻，看来他们确实一时同行。副总，我呢就先下班了。夏设计师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还加班的这么晚，于情于理，我应该请他做多。夏二少不介意的话，一起；夏二少不介意的话，一起。副总，感谢你的好意，今天太晚了，不方便。走起。副总，就给我麻烦你。我请我老婆吃饭，哪轮得叫萧二少呢？名义上的夫妻而已，副总不会心里没点数？哎，副总，我们几个吃饭恐怕会没胃口吧？先回去了，改天我请副总。我出现幻觉了，为什么萧敬的私生子是副总的迷你款？哼，让开！副总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孩子跟你长得很像吗？不行不行，一定是我眼瞎了。那孩子是萧敬的私生子，跟夏小姐都没关系，怎么可能像副总？我瞎了。你去调查一下，看看那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哎，副总呢？下班了。下班？我一直盯着他什么时候走的？5分钟前。夏初呢？也下班了。他们一起走的？一前一后走的，也算一起吧。气死！真搞不懂副总怎么能让这种女人进公司，又丑又蠢，还讨人厌。夏初，你竟然还不安分！既然这样，你就别怪我告诉傅锦州，你跟萧敬有个私生子。那个孩子真的像我吗？像话！一个野种，怎么可能像我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看到人家一家3口团聚，不开心啊？有事吗？大事，怕你承受不住。不是我不会。行，您自己看。一个养子，还跟他姓，是真爱的小静。是啊，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人美心善，帮着落户啊？人美心善啊！
好吓人！这是被刺激过头了吧？不对头，傅锦州这样子，分明是男人抓到老婆证据吃醋的样子。你该不会爱上夏初了吧？你说呢？你少喝点酒，你去睡一觉吧。睡一觉呢，还就不姓夏了。哎呀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而且你对夏初又没感情，没必要。豪子爷，哎，林间话有点密。是哪位大救星来得太及时了？马去开门。来喽！怎么是你呀？怎么是你呀？真晦气！真晦气！哎，动手是吧？真是。我有一个夏初的秘密想要告诉你。说。其实夏初就是5年前被萧敬狗带肚子的那个女人，他们还有个私生子。什么？护照真丢了？真丢了，丢垃圾桶里了。好，先不说护照，为什么去富士集团？妈咪，我担心有人欺负你。你还是小孩子，怎么保护妈咪？妈咪，我可以的。我决定认哪个男人，首先他应该进抚养义务，其次他肾不好，大概率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所以我要继承他的财产给妈咪花，这样妈咪就不用辛苦赚钱了。傅锦州有你这个大孝子，做梦都得笑醒。别添乱。我觉得小七的想法合情合理啊。小七，你要是认了傅锦州，那妈咪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，我要妈咪。那小七答应妈咪，不要让傅锦州知道是他的儿子，好吧？但妈咪也要答应我，让我留下来保护你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妈咪，只能2选1哦。那我们一言为定，如果傅锦州知道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就立马回 F 国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萧敬，你再带他这么胡来，小心我断绝了见你机会。我发誓，这最后一次。有事说吧，副总早晚都会知道的。副总，那个叫小七的孩子好像是夏设计师生的。出去啊！出去！看来副总早就知道了。是。夏设计师，对不起。还有事，你回。看来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先走吧。夏设计师，怎么来了又走了？部长，这是4季系列的休农设计图，请您公布。金牌设计师，就这水平？副总说的是，我回去重新画。哎，我问题都还没说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还是说你对我这个老板很不耐烦？副总，请指教。稿子先放放。夏设计师，我突然对小七很感兴趣。他是我名义上的养子，我请他吃个饭，不过分吧？谢谢你，不用了。而且我不喜欢在工作时间谈私事。我是老板，我说谈私事就谈私事。小七到底是谁的孩子？难道傅锦州知道小七是他的儿子？不对，他知道早就抢了，不会这样阴阳怪气。与你无关，让我。我提醒你一下，那个孩子跟你姓，为什么骗我？是你一直在说他不是我的儿子。你就这么想盼着我死，让我跟那个野种一起继承我的遗产？不能慌，小七的事情不能再说下去了。副总，你这么做会喜欢上我？我才不会爱上一个不择手段、未婚行孕的女人。放心，等我们俩离婚之后，小七分不到你1分财产。锦州哥哥，你跟一个骗子说什么？是你告诉傅锦州小七的事儿？对呀，我就是不想让锦州哥哥被你骗了。贱人，我看你还怎么勾引他！夏初，你疯了！这是公司。哼，司总监在公司工作，不小心摔断了胳膊，被我一个同事送到医院去，合情合理。锦州哥哥，快救我！这个女人疯了！夏初，这是私事儿，我需要你不要插手，不然200亿的小。锦州哥哥自己发现的，不信你问他。是我插的。
是我低估了傅锦州，看来得重新安排小七了。锦州哥哥，怎么，敢做不敢认？没什么敢做不敢认的。小七是我的儿子。那个男人懂欺负妈咪，现在转走他1000万，给他个教训。糟了，妈咪回来了。小儿子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写网课。妈咪，你安排的课程我都学会了。这是我的乖儿子。喂，夏夏，我答应了请你跟小七吃大餐，我到楼下了，你们下来吧。小七，想不想去吃大餐？想。走之前让儿子开心一下。走，妈妈带你去。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喝了，肾不要了，夏初可不会再你捐肾了啊！别提他。行，我不提，但是你别借酒消愁了。你哪届也没看到借酒消愁。这样子分明是动心了，就是不对，兄弟，希望你早日醒悟。不过呢，凡事不用太悲观。夏初和萧静的丑闻，搞不好是萧家陷害。成年人嘛，有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，搞不好那个孩子也是意外。你可有会拉肚子啊？吃吧，拉肚子我带你去医院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吃。你看他，像身不由己，像意外。爸爸，多点些妈咪爱吃的菜。小七真乖，你妈咪喜欢吃什么我最清楚了。看夫妻肺片，一个小黄鱼，再来个油焖大虾，一个炒虾尾，再来个毛球，你送喜欢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店新推出招牌菜柠檬鸡爪，您要试试吗？不用了，我家小七柠檬做。好的。傅锦州，你听，那小家伙跟你一样柠檬过敏。不聋，真的太像了。傅锦州，你要不重新查一下夏初和萧静的丑闻，搞不好是会被陷害，可千万别让一盘玉佩给骗了。不是他，他金口说的。不是。哟，吃的不错呀。不能有用吗？下等美女，小朋友，肖二少，不介意拼个桌？介意。别这么小气嘛，这顿我请。你看我缺你这顿饭吗？肖二少，你突然多了个私生子，肖家知道吗？这么大的喜事儿，要不要我帮你说？霍总，你有那闲钱呢，就去请美女吃饭，解决一下自己的单身问题。不然，如果脑子有病，就拿钱去治治。扎心了，小夏初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变温柔了，不然早就扇你个巴掌。太可怕了。二位让让，人多了倒胃口。以前多腼腆的一个小姑娘，现在怎么变成刺猬了？闭嘴，吃饭不吃滚。哎，吃饱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妈咪，我尿急，你们先开车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哦，哎，慢点啊，小七。哟，小七，你也来尿尿啊？那是童子尿，很珍贵的。这小子幽默，比他老子有意思多了。别拿我跟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比。嘿，你还是个两面派，刚才相处的好好的，这会儿就翻脸了。行，你快尿吧。认清我了。我去！啊！我操！童子尿也不行，我他妈有洁癖。还有证明啊？你打算放过他？是吗？你还打算自过去？那不至于。不过下次再让我见到他，我把他屁股揍开花。小七，你刚跑哪里去了？确定没这个账？我刚刚教训了一下欺负妈咪的坏蛋。好，不许这样啊！哎，不会是还在饭里呢。三哥，你儿子……你个大人还敢跟我妈咪告状，丢死人了！你小子可以，行，我不告状，下次咱俩单挑。谁怕谁呀？加微信，加微信。哎，小七，不允许。妈咪打游戏哦。对呀，我打游戏呢，是不是？
好意思，轻易的，这是谋杀！你可别误会我了，我这是新手还不熟练，刚刚啊，下厨，你想杀人吗？你可别污蔑我，我刚才受到惊吓腿软，纯属意外。你分明是故意的，霍子言跟锦州哥哥都能把我放生，告我上坐牢！我没看见。你是不是向着他？该不会也喜欢上他了吧？苏青叶，你再胡说八道个屁试试！你就是心虚！我不像你冒充 Sweet， 成了过街老鼠还不自知呢。锦州哥哥，苏青叶，锦州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有罪。那就道歉。他打了我，我给他道歉，凭什么？这里都是监控，你有调监控吗？对不起。哪来的老鼠支支吾吾的？不听。夏初，对不起，我不接受，我会拷贝这里的监控。吴青锦，你简直……夏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吧，开车。结楚生自己是结楚。苏青叶，你对一个孩子这样积点德不点？积点德吧。走开！你这哥哥，你可小了是吧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小初，你别太得意。小七，妈妈最近工作有点忙，可能照顾不了你，要不你先回国。可是我的护照还没办好。那就妈妈先带你玩2天，等护照办好了，我们就走。妈妈真好。小七在他们面前露了脸，趁着傅锦州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必须尽快让小七离开。我才不走呢，我还没有惩罚欺负妈咪的坏人呢。走，我们洗澡去。来，走。哎，别再喝了，再喝你去医院。医院多热闹。行了，等等，我直接送你去医院。走走走。哎，下厨。夏初，哎呀，那名义上是你老婆，八成是丢了啊！放下。夏初，夏初，我到底哪点不如你？先生你你哪点都比他强，等你明天9起来就知道。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。夏初，你不来找我，去找你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夏初这个女人真的太恶毒了。那这个叫夏初的女的，她也太无耻了吧！本来就是有名无实的骗婚，现在倒好，哎，还缠着傅锦州不放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直接生米煮成熟饭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你还怕他会一直缠着傅锦州？哎呀，我也想啊，但是傅锦州对我不冷不热的。哎，青叶，机会来了。你这次肯定得把我说好。天啊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本来就应该是富太太，好吗？对，我本来就应该是富太太。金叶，今天的酒钱在我账上，我先送傅锦州回家了。快去快去，祝你今晚接新婚太，一起拿下。谢谢。等我当上富太太，不会陪你。锦州哥哥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夏初，走。夏初，你要是告诉我，你是不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？傅锦州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，因为过了今晚，你只能是我的了。锦州哥哥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这儿的客人呢？走了，走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小子该不会找夏初了吧？
小蝌蚪游呀游呀，终于找到了妈妈。妈咪，我说小蝌蚪的爸爸是不是和我爸爸一样不负责任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小七这么乖，傅锦州要是知道你是他的儿子，那肯定要跟我抢你的。小七，你想认他吗？不想要，我有妈妈就好。乖啊。喂，夏初，我是霍子言，有事吗？傅锦州喝多了，哭着吵着要找你。我让我上一个厕所的功夫，他就不见了。喂，夏初，你在听吗？你上厕所的时间还真够长的啊！拜错庙门了。喂，夏初，喂。什么拜错庙门啊！我去，苏青叶，你这个女人太能搞事了。锦州哥哥，把衣服脱掉再睡吧。锦州哥哥，怎么是你？锦州哥哥，你喝醉了，是我送你回来的。时间太晚了，我先走了。锦州哥哥，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青叶，我们不合适。为什么？你之前明明一直在找我，你还说要对我负责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给你捐肾吗？不是，那是因为夏初，你爱上他了？没有，我结婚了，我有责任。可是你们会离婚啊！而且夏初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爱的是萧敬，说不定他现在就躺在萧敬的怀里。青叶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锦州哥哥，夏初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没事吧？你希望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当然不希望你有事儿，但现在事儿大了。什么事儿？夏初给我发的，你解释一下。她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就算我跟别的女人睡觉，犯得着跟她解释吗？你就嘴硬吧，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。关我什么事啊？爱跟谁快我就跟谁快。要不解释一下？项目完成后就是陌路人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副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公司账目上的资金莫名其妙的少了1000万。账目的事儿，你不应该去问财务吗？财务部门管不了，这次资金是被人恶意划走的。IT 部门已经追踪了1晚上，都没有找到资金去向。胜任不了工作就自己走人。IT 部门的主管还在奋斗，他们说这次的黑客非同一般，好像是在故意针对我们公司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针对我是。小孩儿，差点就被他追踪到了，没想到他的技术这么厉害，1000万又被他找回去了。刚接到财务部门信息，说1000万已经回到账上了，您太厉害了吧？去告诉 IT， 如果以后连个小孩都搞不定，趁早回家。孩子，副总，您说咱那1000万是被孩子划走了？那岂不是个天才？我先去忙了。副总，设计图做好了，请问什么时候能离开富士集团？你就这么想离开富士啊？是，免得耽误副总好事。如果副总不喜欢这个项目，我也可以立马辞职，赔违约金。翻到最后一页，仔细看看。项目未完成之前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离职，否则将赔偿项目所有损失，共计200亿美元。字写这么小，傅锦昭，你无耻啊！事关公司利益，我得谨慎啊。
回去工作吧，耽误工期照样让人赔款。那我偏要离职呢？那就公事公办，210到账，你随时走人。副总，拿合同也好，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就凭你跟萧静生了个儿子？小七的事儿我不想解释，算我对不住你。你放心，我就算孤独终老，也不会要一个跟别人生过儿子的骗子。你回去吧，3个月项目完成之后，你随时走人，我也会去陪你办离婚证。好，稍等，管好你儿子，这事就算了。如果下次我公司再莫名其妙少1000万，我就报警了。知道了。不好了，妈咪知道了。妈咪，知道错了吗？妈咪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再有下次，自己主动回 F 国。知道了，妈咪，你别生气。好了，妈咪去工作去了，等妈咪下班之后去吃大餐。妈妈，你嗓子不好，记得多喝水哦。好，妈咪马上就去喝水。夏初真是副总的太太吗？骗婚还带个孩子，千真万确。不过啊，最近正在闹离婚呢。毕竟这种事情换了哪个男人都受不了。可他为了骗婚捐了1颗肾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副总那么精明睿智的人，他不花点心思，哪能骗到他呀？他不是有萧静吗？萧静就是个私生子，他在萧家根本就拿不到钱。真看不出来，夏设计师竟然心机这么深，还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夏初，你疯了吗？你想烫死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听八卦太入迷，手滑了。你分明是故意的，我新买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，你给我赔！我没钱，不过嘛，可以让副总赔给你们。虽然我是骗婚才当的富太太，可1-2件高仿裙子的钱，我富太太还是有这个面子的。怎么，需要吗？哎，夏初，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啊！这里有监控，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夏初，你就算再怎么生气，你也不能拿同事出气吧？太过分了！哟，靠上来了，可惜没用。我现在心情很差，你最好别惹我，否则我发起疯来，连我自己都怕。锦州哥哥，你看他。苏总监，这是在公司叫我副总。副总，夏设计师他太嚣张了，他先是拿热水泼同事，现在连你都不放在眼里了，你一定要罚他。你要是能做出像样的图纸，拿下跟女王的合作，你也可以上他眼里。锦州哥，夏初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作对？告诉你，我是你上司，得罪了我，没你好果子吃。高主管，这些简历是给夏设计师招的助理吗？苏总监，是的，这些是筛选过后条件不错的，拿来给夏设计师公募。给我吧，夏设计师很忙的，这样的小事就不用麻烦他了。是。这私人助理呢？我堂堂总监都没有助理，你一个设计师也配？慢慢等去吧。苏总监。什么事儿啊？私人助理再不到位，我就要罢工，到时候得麻烦你去跟副总解释一下。你威胁我？明天下班之前再见不到新助理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威胁。知道了。你的设计图做的怎么样了？秋意系列副总已经签字了，冬意系列正在完工。给我看一下。你想剽窃啊？夏初，我现在是你的上司，查看你的设计稿天经地义。行。那你好好看看。还行吧，不过这些作品你没有署名权，署名权归我。哼，你笑什么？你脸可真大。夏初，你现在是富士集团的设计师，著作权理应归公司，而署名权归我。著作权归富士集团我能理解，但署名权归你，你算老几？夏初，我猜你也不想让萧家人知道他们又多了一个私生子吧？你再跟我作对，我就把小七的事情告诉萧家人。苏青一，
我直白跟你说，小七是我的底线，谁敢动他，我以命换命。你吓唬谁呢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打算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，我是在跟你谈工作。那就好好谈谈。署名权必须归我，我是你的上司，我说了算。我不同意，不然你就开除我。夏初，你别太嚣张，我不是副总，会看在风息的面上惯着你。你看我做什么？看来你竟对傅锦州的无情一无所知。我很怀疑，你们俩到底是不是青梅竹马？你懂什么？等你们离婚，我就是傅太太。你开心就好，谁做傅太太跟我没关系。傅太太的位置与你无关，这么快就想坐上萧太太的位置吗？什么太太的位置我都看不上，因为我不靠男人活，我有能力养活自己。你看我干什么？难道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养活自己？哎，素年谦虚了，论不要脸也是一种能力。我懒得跟你吵，既然副总在这儿，那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一，我的作品署名权必须是我。二，从明天开始见不到新助理，我就休息了。怎么回事？副总，我是夏设计师的上司，他的作品我当然有署名权了。至于助理，我把控的严格了一些，明天就给他送过来。苏总监，如果工作进度因为你耽误了，我不建议给你设立一个单独的部门。副总，我不会耽误工作的。副总，这是东艺系列的设计初稿，请您过目。我就下班了，二位辞别。夏设计师，我有些设计图还想跟你聊聊。你看，这都到饭点了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你要请我吃饭？主要聊工作。不好意思，下班时间我儿子还在家等着我。锦州哥哥，我陪你吃饭吧。我很忙的。傅锦州居然还不死心，难道还想给夏初那个野种当继父？听说你请夏初吃饭被拒了。我看你是副总，当得太闲了，要不去中东那边拓展一下新业务？别，开玩笑嘛！我是来给你带好消息的。夏初和萧静根本没同居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前两天加的小鬼微信，我陪他打游戏套出来的。你确定他没骗你啊？我堂堂一个副总，我连个小孩都搞不定，我别干了。那小鬼可是一点都不好对付，人不大心眼比马蜂窝还多，说出来都是泪呀。哈哈，走，回去。走，不过你请客啊。这安保监控也太 low 了，我子妍那个笨蛋都能当副总，这公司没有我妈咪就得破产。妈咪，我来给你送饭啦！哎，小七，哎呦我天哪，没事吧？怎么来公司了？给我妈咪送饭。哦，你把我弄倒了，你给我道歉。是你先撞我的。你想以大欺小吗？你要是不道歉，我让你后悔。让我后悔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上次1000万还没长教训。傅锦州，你跟一个小孩较什么劲？乖，小七，咱不跟没素质的人较劲。这样吧，叔叔带你吃大餐好不好？我必须问我妈咪才行。好，那你就问你妈咪。行吧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喽。那既然我把你的饭盒打翻了，晚上我请你跟你妈咪吃饭，刚走没事。不需要。霍林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带着这个小狗，带着小七去餐厅，我给下厨。好，走喽。哎呀，小七，妈妈回来了，给你买了你最爱的小蛋糕。小七，夏小七，你再不出来，我要生气了。小狗又跑哪？喂，小七跟我在餐厅吃饭，地址发你了，你也过来吧。七哥，救救我！你太菜了，再也不带你玩了。我去偷塔。啊，这就赢了？跟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干不过，吹牛吧，丢人些。你俩这表情简直一模一样，来，我给你拍下来，你们自己看看。先生切菜。
你点吧，喜欢什么尽管点，还有你妈咪喜欢的，一起点。笨死了，连妈咪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，活该单身没有人疼。傅锦州，小七才5岁，怎么可能认识菜单上的字？小七，你要什么告诉叔叔，叔叔来帮你念。清蒸。这是字，而且我不是5岁，我是4岁零1个月。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再来一个麻香锅给妈咪。好了，就这些了，你们想吃啥自己点。小家伙，专挑贵的点，你还挺会吃啊。就这些了，再加点。好的，先生，你儿子长得真可爱，跟您一模一样。这是我们酒店推出的亲子定制玩偶，您看。他不是我儿子。他不是我爸爸。父子俩脾气都一样，那这玩偶还要吗？我可以自己买吗？小朋友真可爱啊，想要让爸爸买吗？那我不要了。送你了，就当是打翻你饭盒的补偿。这是补偿哦，我可没白拿你的东西。世界上真有没有血缘关系的2个人，却一模一样？谁跟他像啊？你瞎呀！蠢死了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，我怎么可能像他？我这么聪明，肯定像妈咪。也就萧敬那种人才能生出你这么大的胆小。羡慕吧，可惜你羡慕不来。我羡慕，我要生出你这样的孩子，我跟你姓萧。倒也不必姓萧，我姓夏。瞧你那样，来，我给你拍个照，看看你们俩有多像。你干什么？夏大美女，我给你拍个照，我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为什么跟我儿子拍照片？小七，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为什么跟他们2个在一起？夏初，你送孩子发什么火啊？我带他来的，你有什么不满找我。哎，都别激动。夏初，我们就是带孩子出来吃个饭，你至于？至于？你们这种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夏初，你别太过分了哈。不许你欺负我妈咪！妈咪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小七，对不起，妈咪刚才不应该吼你，但这是妈咪原谅你的最后一次。若再有下次，不管谁来求情，你必须给我回 F 国。点头。走，回家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把饭吃了。不必了，副总，我们俩关系特殊，请以后不要再接近我的儿子。如果小七出了什么意外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会对一个孩子动手？哎，夏咱美女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孩子丢了着急，说话有点……你别在这装好人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2个都别接近小七。哎，小七，这夏大美女是越来越有个性，不识好歹，让那么小的孩子给她送饭，她还有点生气。那咱这饭还吃吗？吃啊，为什么不吃？青姐，这是我的资料，按照你的要求填写了国外的名牌大学，这不会被查出来吧？怕什么？出了事我担着，你只需要打打杂就行了。谢谢你，青衣姐，等我进了富士集团，一定好好工作，报答你的提携之恩。好说，但是你要时刻告诉我夏初的行程，尤其是傅锦州找他的时候，马上告诉你。放心吧，青衣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哈，原来是争宠，好巧，我进富士集团也是为了当富太太。我相信凭我的美貌，一定能拿下傅锦州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做，我就提拔你到夏初的位置。谢谢你，青衣姐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先吃着，我去趟卫生间。你说夏初为什么那么激动？我们只不过带孩子出来吃顿饭而已嘛。这就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以后别管。感觉他很害怕，好像在隐瞒什么。未婚先生个孩子，能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？你看你有没有觉得那孩子特别像你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的老婆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像你？哎，不可能，哎，绝对不可能。他 ID 叫什么？啊？游戏的。小七的，叫阿蒙小怪兽。小怪兽，这名字倒是跟他挺名副其实的。你这是想开了，准备打迂回战术，先讨好继子。继子？难道傅锦州真要接受那个野种？你这个副总，成天不学无术，教坏小朋友玩游戏，你不怕被举报吗？别呀，哥，我就是点小小的业余爱好，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像你那样是工作狂吧？我的微信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别举报。
而且我提醒你啊，那小鬼不好惹得很，你但凡要存了一点当他继父的心，就得对他好点。我一个堂堂副总，我怕他一个没断奶的小孩啊？那你还是接受了吧。你 ID 是什么？怎么？你会被无情拒绝的，你信吗？傅锦州竟然真的对夏初动心了。夏初，你想勾引傅锦州，也得看看父母同不同意。妈咪，这个玩偶是傅锦州给我买的，我可以要吗？妈咪，你别生气，我不要了。小七喜欢就拿着，他给你花钱，天经地义。谢谢妈咪，我们叫他小小怪好不好？好，这叫小小怪。小七饿了没？要不先去玩会儿，妈咪给你做饭吃。小七，对不起，妈咪没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拒绝。奥特曼，你想打我这个小怪兽吗？休想！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一个奥特曼想加人家小怪兽，人能同意才怪。我把名字给人傅锦州，他肯定能同意，你信不信？没想到副总也有被连拒的一天呢。你识好歹的，让你对孩子态度好点你不听，现在被拒绝了吧？都是因果。傅姐，哎，多吃点啊，我要加点蛋。不是，我就不该多管闲事破财。维多利亚女王为设计师 Sweet 颁发御用设计师奖杯，将终生聘用。看见了我都来气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没想到栽了这么大个大跟头。幸好没影响我那110项目。小贱人苏青衣，你不要让我看着你，否则我抽死你！阿姨，你在吗？我是苏青衣。阿姨，你个小贱人，还真敢来见我！啊，阿姨，我今天是特地给您赔礼道歉的。走吧。老不死的，竟敢打我！等我嫁进傅家，迟早把这一巴掌讨回来。阿姨，您看看喜欢吗？宫廷风特别符合您的气质。还算你有心吧。阿姨，我冒充 Sweet 都是为了帮助锦州哥哥呀，我是出于好心。可是那个夏初，他明明认识女王，他却不说。他要是早说了，锦州哥哥至于期盼那么久吗？别跟我提那个女人，提她我就上火。锦州哥哥跟夏初还没离婚呢，我听锦州哥哥说，他好像还要认夏初生的那个野种当继子。什么？那个小贱人还不死心？妈，什么事儿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来，否则的话，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。阿姨，你消消气。夏初，你想跟我争，没门儿！妈，该不会是苏青那个娇顺去你家了吧？我猜肯定是因为夏初的事，你赶紧回去，别闹出人命来。哎，难搞了。阿姨，您别太生气了。妈，什么事这么生气呢？我问你，你跟那个贱人离婚了没有？妈，我跟夏初的事儿，您别管。我不管，你是不是想瞒着我？不但不想离婚，还想给我捡个便宜儿子回来？你说的。锦州哥哥，我也是担心你被夏初骗了。苏青叶，我们傅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手。你妈轻易做什么？是她夏初自己犯贱。你现在马上必须跟我离婚，不然的话，
我就去找他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他有什么脸一天到晚缠着你？妈，夏初是百亿项目主要负责人，他每天都加班到很晚。你要是耽误他工作进度，那我只能送你去国外度假了。什么？你要撵妈走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先走了。这气死我了！你说我这儿子为了那个贱人，竟然连他这个亲妈都不要了。阿姨，您别生气，肯定是夏初他挑唆的，而且夏初根本就不忙，他还把那个私生子带到公司来。锦州哥哥分明是骗了他们母子俩。什么？夏初那个贱人竟然敢挑唆我儿子和我离心，他不让我去是不是？我偏去！哎，阿姨，去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夏初有个私生子，到时候傅锦州就只能离婚，不然他堂堂大总裁的脸往哪里放？夏设计师，这是你的助理陆佳佳 ，M 国常青藤学院，你只能好好待着。好巧，你认识 Chris 吗？不认识，我们学院有很多导师的。可是 Chris 是设计学院的院长，你也不认识吗？夏初，陆佳佳是来给你当助理的，不是让你调查户口的。你要是再找茬，我就把人带走。回头你可别跟锦州哥哥告状。留下吧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个人不看学历，看能力。1天的试用期，做不好的话，明天不用了。谢谢夏设计师，我会努力的。一个设计师脾气这么大，有傅锦州撑腰了不起啊！老女人，等我成了傅太太，第一个先炒了你。夏初，好戏马上就要登场了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都9点了，那个老东西怎么还没来？不让我来，我偏来！夏初，你个小贱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老巫婆怎么敢骂我妈咪？哎呦妈呀！这是谁家的小兔崽子呀？差点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摔了！你个小兔！锦州，哎呦，这孩子怎么跟锦州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？不是。傅锦州是不是你爸爸呀？你爸爸个王八蛋呀！他明知道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我盼我个大孙子，他竟然这么长时间都把你藏着不来领你见我呀！哎呀，老天爷保佑啊！我们傅家后继有人了！你看我不上去了！哎呀，都是奶奶不好，都是奶奶不好，奶奶看着你，奶奶太高兴了。宝贝儿，大孙子，跟我进去，我找你爸爸，我要给你做主，让你认祖归宗。谁是孙子？大孙子，大孙子，你别跑呀，你别跑！大孙子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！哎呦，我这个大孙子跑得也太快了，他这个聪明伶俐劲儿啊，跟他爸小时候是一模一样啊！哎呦，算了，不找了，我呀，先去解决夏初的问题。让我儿子带上我的大孙子回来见我。哼，夏初，千一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夏初，你给我出来！哼，好戏开始了。什么情况？富士集团这种上市公司还有泼妇骂街的大场面呢？我也第一次见。夏初，我今天好好跟你算盘。请离开，不然我只能让保安带你出去。我可是你副总他妈！你给我滚！阿姨，要不您先回去吧。要是锦州哥哥看到了，他会生气的。我还生气呢！你马上跟我儿子离婚！我也想离婚，你赶紧劝劝你儿子，别赖着我。笑话！你都把野种生了，我儿子怎么可能赖着你？我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还要在这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来，给你打！哎呦！说说呗，昨天没事吧？没事。具体怎么解决的呀？一小八卦了啊。总之我妈不会闹了。你跟你妈相处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她？我觉得她不光会闹，而且会搞得人尽皆知。你闭上两个月。副总，
不好了，夏设计师和老夫人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这被我猜准了。哎呀，打人了，打老奶奶！阿姨，快洗地上凉，对身体不好。快来帮忙！夏设计师是副总夫人。对，让你来帮忙。所以苏青衣一个小三儿派我来监视原配，呸，比我还不要脸。你要再不松手，后果自负。阿姨，快放手！你都要把夏叔的裙子扯烂了。哎，烂就烂，反正他是个不要脸的东西。哎呦，我胳膊断了，胳膊断了。住手！胳膊断了。我让你打我！妈！哎呦，那你，夏叔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手呢？怎么？难不成我还要站在这儿让他扒我裙子？可她毕竟是你婆婆。副总，我们俩之间的夫妻关系有名无实，我哪来的婆婆？看够了吗？看够就散了，我要工作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看看这个女人多恶毒呀！你把她给弄到局子里去，关他几年再说。够了，江华，送老夫人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他打的可是你亲妈呀！你就这样子把他饶了？妈，她就算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那我也应该保护她。我都跟您说了，别惹她。你个不孝之子！我不活了！妈，江华，送老人去。老夫人，我先送您去医院。我不去！让夏叔给我跪下道歉！副总，事情处理好之后再打电话叫我来上班。哎，夏叔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老夫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是听你话吗？你叫他去医院不就行了？苏总监，麻烦你送我妈去一趟医院，否则你明天不用来公司。阿姨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来了。老巫婆终于走了，小小怪，你们去找妈咪好不好？我们谈谈。副总，这是东艺系列的设计稿，请您过目。你觉得现在是谈工作的时候吗？上班时间不谈工作，唠家常。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你非要搞得全公司都知道。哎，副总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妈来闹的，不是我。好，我替我妈给你道歉，可你不该下那么重的手啊！我这动手怎么了？夏叔，你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小七，傅锦州，小七是我的底线，谁敢动他，我要他的命！一个野种，对你来说就是全部，可他对我来说就是屈辱。妈咪，小七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妈妈抱。我妈屈辱的。抱歉，我刚刚。傅锦州，小七是你。算了，会后悔的。霍总，你说副总和夏设计师能谈妥？不一定。以我对傅锦州那小子的了解，他不光情商低，死鸭子嘴硬，没什么好结果，也看不清楚自己的真心。可是副总最近变化挺大的，应该不会。喂，小七跑出去了。什么？别那么多，赶紧找人让江华调下监控。啊，不愧是他呀，孩子都能谈吧？这样，江华，你去调下监控室，咱们随时联系。哦。夏初这个贱人，真是气死我了，也太过分了。阿姨，您就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还怎么抱孙子呀？抱孙子？姨，你告诉我，景州是不是在外边养了个儿子？什么？傅景州有儿子了？阿姨，您说什么呢？景州哥哥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呢？您是想太多了吧？姨呀，连你也骗我！我今天在公司啊，我都看到孩子了，和傅锦州啊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阿姨，您那是看我孙子，就他！阿姨，那可是夏初的私生子。什么？那是夏初的私生子？我真是老花眼了！
把一个野种认成我孙子，哎呦，真是！阿姨，真的很像吗？不像，跟夏初长得一模一样，贼眉鼠眼的。那就好，我差点以为那孩子是夏初跟傅锦州5年前怀的。阿姨，您一定是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是被他们气的。你们刚刚有没有看那个小孩跑过去？没看见过去了。苏青衣，你不送我妈去医院，你在这儿忍，明天不用忍死。阿姨说她想先休息会儿，我现在就送她去医院。傅锦州，我可是你妈，你，哎呦，这个不孝之子，气死我了！我今天我还偏不去医院了。走，咱们一起看看热闹去，走。爸爸，我都不想让他，为什么他坚持不放过？小七在哪儿？小七，我把他带回家。你别太着急了，我已经让监管去调监控了，很快会有结果的。傅锦州，如果小七有什么意外，我跟你没完。小七不会有意外的，他这么聪明。等找到小七，我给他道歉。他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你离他越远越好。夏初，你别太不可理喻了，我说的那都是事实。只不过刚好被小七听到了。傅锦州，你混蛋，给我滚！好了，我错了，我们之间的事儿，等找到小七再说。行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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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七！妈咪找不到我会担心的，我还是去找妈咪来说吧。小七，小七，吓死妈咪了！小七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任性，害妈咪伤心。小七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小七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小七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，我才是耻辱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玩偶还给你，小七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你买100个。我不是小孩，我怎么可能要那么多玩偶？既然你认错了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不，你得给我妈咪道歉。好。我给你妈咪道歉，谢谢小七原谅叔叔。才不要喊你叔叔，那你想喊我什么？你年纪那么老，我要喊你老傅。我老妈。小七嘴上说不想认傅锦州，可心里很渴望得到父爱。小七，妈咪该怎么办？妈咪可以原谅他吗？小七原谅他，妈咪就原谅他。老傅，妈咪原谅你了，你以后不许跟我妈咪吵架。再吵架，我就回F国，让你看不到我。我明明应该很讨厌小七，可是这样跟他相处，我心里为什么会有一点开心？好，我再也不跟你妈咪吵架了。想吃什么，小七，我带你去吃。妈咪，我可以去吗？去吧。走哦，小七。副总，夏设计师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孩子没事吧？副总，我先带小七回去了。给我站住！你把你这个野种带到公司来，你是不是嫌我儿子不够丢人？妈，当孩子面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孩子是无辜的。好啊，傅锦州，你真的是向着这母子俩，小孩是无辜的，你呢？你就是个大冤种！妈，你适可而止吧。小叔，你带着小七先回去。你别走！咦，我眼花了吗？这小孩怎么这么像副总？你拦我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收下这个野种？啊，你回家收拾行李吧。我让江华给你订票，你去国外调休一段时间。我可是你亲妈，你竟然赶我走！阿姨，锦州哥哥在气头上，您就别跟他吵架了。再吵下去，两个母子都要离心了。佳佳，你送阿姨回去。离心就离心，这儿子不要也罢。太好了，萧月终于联系我了。粤海酒店，晚上8点面谈。夏初，你就等着去萧家当萧太太吧，休想阻拦我跟傅锦州，没用的老东西。副总，小七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让夏初送他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赶紧给老夫人订上机票，让他去国外休一段时间。是。可真不够意思啊！找到小七不告诉我，还要跑整整3圈。跑3圈，沉成这样，你应该再多跑几圈。三爷，你赶紧说说，你跟小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霍子言，要不我让江华给你订上机票，一起去国外拓展一下业务。那倒不用，我没事了。我先走了啊。我跟小七的关系也算有所缓和，要不再试着加他一下好友。忙完了吗？走，喝一杯去。没空。
哟，又加人好友呢？你看看，你当初对人家好点，也不至于现在是这样啊。多管闲事。我给你打个赌，如果小七同意了你的好友申请，我请你喝1个月的酒；如果没有，你请我1个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行。那副超厉害，打咱们好过分手。小七，你很想跟爸爸相认吧？姐，紧张小心点。妈咪也可以加吗？小七想来就加吗？谢谢妈咪，那我就加了。一切随缘吧，我不能自私的剥夺小七享受父爱的权利。哎，小七是不会加你好友的，请我喝酒去吧。小七加我为好友了，走，喝酒去。你俩商量好坑我的吧？哎，这叫默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跟小七还是有点父子情分的。承认喜欢人家妈咪有那么难吗？我好像是有点喜欢他们母子。走，喝酒去。走了。就是这里。肖总，你好。东西带来了吗？这个孩子叫夏小七，照片上的女人是他和他的妈妈夏初，而且萧静也承认了，这个孩子就是他的私生子。你的条件呢？这个女人叫夏初，目前她还是傅锦州的太太，我想取代她成为傅太太。光有照片可不行啊，我想要萧剑和他私生子的亲子鉴定，你能拿到吗？能，我一定能做到。肖总，这可是除去萧静的好机会啊！一旦私生子的事传开，就算老爷子想保他，董事会也不让。下周老爷子的寿宴，就给他送个重孙当贺礼吧。青姐，你找我。昨天那个小孩是萧静跟夏初的私生子，你替我拿到他跟萧静的毛发样本，我要做亲子鉴定。青衣姐，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？我连小七跟萧静的面都见不到，怎么拿？我拿不到。废物，见不到是创造机会啊！你晚上去他家送点资料，不就见到了？哦，好。你机灵点，你要是太没用，我可保你。知道了，青衣姐。连对手是谁都分不清的蠢货，看我怎么把你踢出局。一个名校毕业的绘画设计师，连一个基本的线条都一塌糊涂。很久不做，忘了。你被开除了。我本来也不想当助理。行，另谋高就吧。实不相瞒，我想当副的。你有这么大的愿望，苏青衣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你是不想当富太太的大傻子。谢谢你啊，对我这么直白的评价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当大傻子，但是我不想劝你，不然我怎么取代？你倒是诚实啊，不过你的对手不是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。我对你们的战斗不感兴趣。那如果是跟夏小七和萧静有关的，我劝你不要自找麻烦。不是我想找麻烦，是苏青衣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可以把他的计划告诉你。我不是神，没办法帮你实现当富太太的愿望。你只要不开除我，留下来，我自由吧。可以。苏青衣想要萧静跟你儿子的亲子鉴定报告，让我帮他找检验样本。他想对付萧静，或许是想把你当上萧太太呢？你把你的这些心思放在工作上，肯定早就成就一番事业。可惜了我。不可惜，美貌跟才华都是能力的一部分，靠什么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赢。那是你儿子的头发吧？假戏也要做得真一点。检测样本你自己处理，祝你成功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创造跟副总单独见面的机会？出去，没叫你滚，已经是我的极限。工作狂上班玩游戏，怎么着？打算讨好继子啊？我看你是想去海外拓展业务了吧？别，我呢是来汇报工作的。女王那边呢已经对接好了，剩下只需要看细节。不过是真羡慕你小子娶了个金疙瘩。不过这个金疙瘩呢，很快就是别人的。喂，说正事啊，萧家老爷子下个月80大寿，准备宴请海城所有的世界名流，你会去吗？去啊。
多热闹，为什么不去？你小子是想看萧静的热闹吧？哎，你猜一猜，小七会不会出现在萧老的寿宴上？不过你得去盯着点萧月，别让他利用孩子。OK。霍子言说的对，我对夏初的态度是该改变一下了。我去看看设计进度，顺便提醒一下夏初、小七的事。机会来了，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来。小七最近对傅锦州的好感节节攀升，我要不要告诉傅锦州，小七其实是他的儿子？副总，我是夏设计师的助理，我叫陆佳佳，您可以叫我佳佳。你助理啊？刚招的？赶紧走，别碍事儿。哦，苏总监招进来了，你先看一下设计稿。我出去办点事。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希望你一会儿还笑得出来。以我的魅力，我就不信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，除非他不是男人。副总，副总，哎呀，副总，人家脚好痛呀！这样都不动心，该不会不行吧？怪不得夏初死活要闹离婚，原来如此。样本搞到了吗？我压根就没有见萧静的机会，拿不到样本。反正只需要应付苏青衣这个蠢货，不如就拿傅景舟的头发去做鉴定吧。搞到了，马上给你送过去。苏青衣，你就算做100次鉴定报告，傅景舟和夏小七也没有血缘关系。反正我已经不想做傅太太了，我不痛快，谁也别痛快。妈咪，你给我布置的作业我都学会啦。小七真棒！晚上想吃什么？妈咪带你去吃麻辣香锅。小七，你不要考虑妈咪的口味，吃点小朋友喜欢的，比如说汉堡包。那些都是垃圾食品。哎呀，偶尔吃一次没事的。好的，妈咪。那老傅可以跟我们吃饭吗？小七，你想跟你爸爸？再说，你怎么教孩子吃垃圾食品呢？你怎么想的？是不是亲妈？这么快，看样子陆佳佳果然没成功。小七，妈咪要工作喽，你想到什么好吃的就跟妈咪说。拜拜，妈咪。小七，小七，我老傅，你想吃什么？你跟我说，别听你妈的吃垃圾食品啊！好，陆佳佳真是苏青衣招来的？不信你去问。那就算是苏青衣招来的，你这么配合她离开，有什么目的啊？发生什么事呢？夏初，你不要以为随便找个女人来勾引我，就能威胁我离婚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就想尽快离婚，好去当你的萧太太吗？夏初，我警告你，萧家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。萧静的生母，在她回到萧家那一年就车祸去世了，而她这辈子都会背上私生子的名堂。难道你想让小七步她的后尘吗？小七是不会进萧家的。可很多事情一旦开始，就不是你能控制的。难道傅锦州也知道萧家的人调查小七？下周萧老爷子寿宴，我怀疑小七很可能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。我劝你尽快安排小七离开，不要想着利用一个孩子来成为你萧太太的野心。傅锦州，你觉得我会利用我的孩子？你能利用一颗肾成为傅太太，怎么就不能利用一个孩子成为萧太太？原来在你心里，我一直都是不择手段的人。谢谢提醒，小七的事儿我会解决，用不着你插手。我承认我说话可能有点重了，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萧月他就是个疯子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付萧静，哪怕小七只是个孩子，你懂？我立刻带小七离开，可以了吗，副总？我可以安排小七离开，你也可以去看他。设计稿没有完成之前，你不能走。用不着。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副总在问陆佳佳的事，正好你来了。苏总监，解释一下。别给我转移话题，我问你，刚才在做什么？苏总监，注意你的行为，我还是傅太太。副总一天没离婚，你的身份就见不得光。与其在这冲我发脾气，不如劝劝副总，赶紧离婚。锦州哥哥，苏总监，这里是公司，我不想再提醒你第二次。副总，我好歹是夏设计师的上司，他也太不尊重我了吧？一个挂名总监罢了。
苏秦野，赶紧让陆佳佳离职。如果她明天还出现在公司，你就跟她一起离职。副总，傅锦州，倒有看看，等夏初那个野种身份曝光后，你还会不会偏袒他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千一姐，样本可不好收集，到时候你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。凤阳里。不过，你被开除了。千一姐，你这是过河拆桥，把我逼急了。你信不信我揭穿你的真面目？得罪副总，我也保不住你。你先休息几天，回头我跟萧总说一下，让他给你在萧氏集团安排个职位。萧氏集团不比富氏集团差。看今天的情况，傅锦州明显不行。要是能当上萧太太也不错。好吧，千一姐，都听你的。夏夏，抱歉，这次是我给你和小七带来麻烦了。说什么呢？这些年我跟小七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？有什么事儿我们共同承担。萧老爷子寿宴上，萧月肯定会拿小七发难。亲子鉴定的样本我已经解决好了，不过我担心后面萧月这个人隐忍太久了，他一旦动手就很难收回。5年前陷害我的事情，连同我妈的命，是时候一起清算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尽管开口。你照顾好小七，萧月那条疯狗反扑起来，恐怕会伤及到小七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小七。你们2个拖住我偷塔，哦，赢了！这小孩也不知道随谁，成天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随傅锦州呗，不过傅锦州这个样子超级讨厌，小七这个样子让人喜欢的不得了。你还真是双标啊！小七很渴望父爱的，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？小七是个懂事的孩子，长大了会理解你的苦衷的。终究是我对不起他。Yes！ 哇，8分钟一局，简直神了！傅锦州，要不让小七做我儿子吧？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生到抚养权？想要儿子不会自己生啊，还是生不出来？你怎么还急眼了？开个玩笑不行？哎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萧静说话？小七，刚才萧静在你身旁吗？他在妈咪旁边，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会儿，不玩了。哦，好的，小朋友要注意休息，不要用眼过度哦。刚刚萧静说小七像我，小七真的很像我。我之前说过很多次，可是你不信，现在又觉得信，是不是想争夺抚养权了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婆都是你的，你的赢面还是很大的。滚！滚了！哎，不过说正经的，萧老的寿辰上，小七的身份恐怕瞒不住，实在不行，你认领回来我养。霍子言，你想得美吧你就。你要的东西，谢谢。夏初，你该感谢我给你儿子认祖归宗了。肖总，亲子鉴定拿到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肖总，东西带来了吗？有了这份报告，萧总就能在萧老爷子的寿宴上彻底把萧静赶出萧家。提前恭喜萧总成为萧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好，到时候不会亏待你的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把傅太太夏初给萧家私生子生了个颜柔的消息都散布出去。是。刚收到消息，苏青衣带着亲子鉴定去找萧月，要不要提前一下说？你下车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大哥，这我的车。去了千万别得罪小人，说话客气点。不行啊，就送皮肤。哎，你好歹捎我一段。环境洗澡去了，自己看好动画片。小七，开门。老夫，你来做什么？啊，我找你妈咪有重要的事儿，你快给我开门，快！太晚了，不合适。哎，我跟你妈咪是夫妻，我进去合理合法。一个变老婆出来了的男人，有什么资格
这样合理合法。小希啊，你给我开门，我给你买游戏皮肤。我不是那么容易收买的。这样，游戏所有皮肤，包括以后的新款，我通通给你买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你笑得好窄呀，下次别笑了。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老不老气的。什么老不老气，还在我这里？学长，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干什么？父亲今晚去见萧玉了，给他送了亲子签名，肯定不会在萧老爷的寿宴上公布萧玉真实身份。怎么办？没事，陆佳佳送过去了。假的。那个被开除的助理，苏清英的人怎么会帮你？苏青让他监视我，可人家想当富太太。这么，我们就做了个交易，我让他留下，他帮我去送假样的。所以你那天把我给卖了？我这也是成人之美。再说了，她一个女孩子能对你怎么样？能有怎么样？也是你占便宜。水平。哎呀，好了，都过去了，这么晚你怎么还不走？有点饿，想吃你什么样？我以前好像给你做过，你不太爱吃。不是不爱吃呀，是我不是吃不完。我也想吃面。好，妈给你做，便宜点。跟傅锦州在一起，小希真的很开心的样子。妈咪，外面下雨了，我们可以到老父母家吗？不可以哦，没有他的房间。他可以跟我睡房间。可是没有他的换洗衣服。爸，没关系，我明天让江华给我送过来。那你今晚的换洗衣服？我拿套超大的怪兽睡衣送给他换。小七一定很想傅锦州留下来，我不应该自私的剥夺他享受父爱的权利。那好了，你们俩睡，不许打扰我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卡通睡衣，送给你，别破坏了。小七把你最喜欢的卡通睡衣送给我了，那以后小七的睡衣我包了，好吧？妈咪说老傅赚的钱就该给我花。成交。你睡觉会磨牙打呼噜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我睡眠浅，打呼噜会自己打醒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小静睡觉打呼噜吗？不知道，我又没跟他睡过觉。他是亲爸，没跟你睡过。从来没有，虽然和他爸爸是因为他是妈咪的好朋友。小静不是你亲爸。妈咪不想让老傅知道我是他儿子，我不能惹妈咪伤心。算了，你不懂。你能给我讲睡前故事吗？好，故事。小花狗明白了，它不是因为馋才会流口水。从此，小花狗再也不会因为流口水难为情。不知道小七睡着了没？好笑吗？蛮好笑的，我好像看到了小七长大后。我的意思是，他长大后穿这条睡衣，应该就是你这个样子。哦，还好，他没有怀疑。小七刚刚喊我爸爸。难道小七告诉傅锦州真相了？他这是来质问我的，我应该怎么解释？我要睡觉了，明天老爷子寿诞，有一场硬仗。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小七是我的，谁也别想走。我的意思是，萧家不是个好去处，你不如把小七放到我们家。你愿意认小七？萧家太复杂了，萧月不会放弃这个萧家，也不会放过小七。如果对外宣称小七是我，那萧月再想对付小七，
就得考虑一下能不能实施入额的。可小七是萧敬，知道，你不用提醒。小七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为大人犯错的。傅锦州竟然愿意接受小七，我是该高兴还是难过？你跟他说吧。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萧老爷子的寿宴。好。如果小新是我儿子就好了。哟，听闻副总和傅太太马上要离婚了，看来是谣言啊。谣言止于智者，难怪萧老爷子70高龄了，还得亲自找去。看来是萧总从来不能真实。自然是不比副总啊，忍辱负重啊。多谢萧总内费，萧总忙着，我们先去见见你家老爷。行，副总前夫人亲自为我家老爷子祝寿，他一定非常高兴吧。希望这亲子鉴定公布后，你俩还能如此恩爱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寿宴，功德大业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坐正一点，像什么样子？萧老爷子，夏夏，你来了。她是傅太太，给萧敬私下私生子的女儿，真不要脸，竟然来给萧老爷子出声，她是想气死萧老爷子。你猜，副总知道真相吗？副总当然知道了，不信你们问他。我爷爷也很开心，老人家没别的心愿，就希望多子多孙。不信你们问问我爷爷。才不要呢！既然大爷不参加，承认了。就是有钱人的世界玩的真花。萧老爷子，我谢夫人下桌，祝您寿比南山。富家小子，几年没见，你是越发的稳重。这几年在你的带领下，这富氏集团在海城成了第一大集团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萧老爷子宝刀未老，必能带领萧家再造辉煌。谢你的吉言，还要养着父子，照顾我萧家女儿。夏师傅，小七呢？你怎么不把他带来给萧老爷子祝寿啊？老爷子要是知道他多了一个孙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什么？曾孙？爷爷，你还记得当年萧剑进咱萧家的时候说了承诺，若是他品行不端，闹出丑事儿，就得把他赶出萧家，并且呢，得取消他萧家继承人的身份。没错，记得。这个呢，就是萧敬与夏小七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是不是该履行当年的承诺？我知道你想把我赶出去都快是不的，但是你得拿出确切的证据，马上走可不行。证据当然有了，这亲子鉴定报告写的清清楚楚，萧敬与夏小七的血缘关系99.9999%。难道苏青衣在鉴定结果上造假了？不可能！顾太太，这鉴定报告可是权威机构做的，你若是不信，再做一次。看来陆佳佳说谎了，他交给苏青衣的就是萧敬跟小七的毛发样本。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顾太太，你给萧家生下私生子的确不光彩，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，可事实就是事实，哪怕再做一次，丢人的还是人。夏夏，算了吧。现在傅锦州认为样本被换，没有怀疑小七的身份，可一旦证明小七不是我儿子，小七的身份就瞒不住了。萧敬都承认了，傅太太不要否认了。不能让小七连累萧敬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。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夏初这么坚定，难道那个孩子真的不是萧敬的种？就算不是，也得是。既然傅太太这么坚持，你就再做一次。不用做了，我可以证明夏小七就是萧敬的儿子。我刚刚才赶过来，只听到夏初想要重新做亲子鉴定。他是因为亲子鉴定的结果是非父子关系，所以才要重新做的吧？萧总，我帮你证明夏小七就是萧敬的儿子，你可要记得我的恩情。好，什么证据？关键时刻，陆佳佳跑来捣什么乱？陆佳佳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别再让乱说话，赶紧回去。副总把我开除了，我来这里另谋生路。那我劝你明天立马去上班。我不想回去，现在我在萧总。谁现在上班？我只想当阔太太。只要我帮萧总把萧敬赶出萧家，到时候我嫁给萧月，就是萧家唯一的女主人了。陆佳佳来的蹊跷，我总有股不太好的预感。
得阻止他。陆佳佳，出去！这份亲子鉴定的样本是傅景东下小七的，所以亲子鉴定的结果不可能是父子关系。你说什么？这鉴定毛发样本是父亲留给夏小七的？对，夏初他夏小七是萧敬私生子的身份曝光，让我随便找的毛发样本，我就拿了傅总的。现在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夏初的爷爷怎么可能是傅景舟的儿子？你在说什么？样本是傅景舟和夏小七的，怎么可能有亲子关系？夏初，小七是我的儿子啊！完蛋了，傅景舟知道小七的身份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让傅景舟夺走小七的抚养权。算了，不装了。小七是我的，检测样本也是我安排，用的是我和小七的毛。萧家这点财产算个屁呀！我就是要接着我家老爷子的手，隆重公开我儿子的事。你倒是有点担当。担当算不上，毕竟我儿子将来要继承萧家财产，总得认祖归宗。你别琢磨，你自己都没有继承权，是你有什么资格？不然呢？将来要把萧家财产捐，你又不能生，没有继承人了。谁叫你在胡说一是？那大家就看他是不是不能生。找死！打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各位，很抱歉，今晚有些家事要处理，就请各位请散。萧敬不是解释过了吗？是他动的手脚。夏初，你当我是傻子？你就是傻子，萧敬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。亲子鉴定报告上已经显示，小七就是我的儿子。夏初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小七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是我的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小七是我的儿子，是我跟萧敬的儿子，跟你父亲周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为什么相信陆佳佳的话都不信我呢？你为什么永远都不信我呢？求你了，傅景舟，不要从我身边抢走小七，我不能离开他。他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你那么咄咄逼人，他为什么不能生气？你是在替他怪我？不过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先不要说鉴定报告的结果，就凭你和小七的长相，就应该深度怀疑一下父子关系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失去过一段回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锦州哥哥那么洁身自好，怎么可能跟那种贱人生孩子？说话就说话，别人身攻击我。哎，闺女，那个鉴定样本真的是你送过去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凭你长得美，聪明仁爱呀。行吧，看在你会说话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个样本绝对是傅景舟跟夏小七的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听见没有？样本是你的，你得好好问问下孩子从哪来的。只要有1/1000的可能，我都得调查一下。万一小七真是我的孩子呢？锦州哥哥，样本不是你的，萧月承认会是萧敬的了。你还是帮萧月想想办法吧，没有继子可是大事。锦州哥哥，你别误会我，我没有要帮萧月，我是担心你被夏初骗了。如果小七是你的孩子，他为什么要瞒着你？锦州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？一把年纪的黑帮小内场，拿你不行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恶心到我，净化环境，人人有责。你要是再纠缠傅景舟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既然你们都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江淮，你去酒店重新调查一下，看看5年前的那个晚上到底是谁。是，小楚，真的是你吗？妈咪，回来啦！妈咪，你怎么了？妈咪只是有点累。小七，你想认爸爸？妈咪做决定就好。如果妈咪想要保护，我就想要爸爸；如果妈咪不想要，我也不想要。好，那妈咪再想一想，先玩吧，去洗澡。肯定有人欺负妈咪，我要给妈咪报仇。萧敬不是解释过了吗？是他动的手脚。夏初，你当我是傻子？你就是傻子，萧敬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。亲子鉴定报告上已经显示，小七就是我的儿子。夏初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小七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是我的。老夫实在太蠢了。小七，开门。不行，妈咪说不能给别人开门。
又惹妈咪伤心，还认不出我。我就要把你关外面。其实妈咪很在意他，要不要给他们创造点机会呢？我不是陌生人，你看，我给你妈咪送口红来了，你妈咪有种口红了，我这还给你买了冠军乐高车。乐高冠军车在哪里？你妈咪呢？妈咪是小区的，咱们拼乐高好不好？好嘞，咱们拼乐高去。小七长得真像我，如果她真是我儿子，那5年前的那个女人一定是夏初。她死活不承认，一定是在怪我，冤枉了她这么久，还对她造成了那么大伤害，我真该死。小七，你妈咪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爸爸的事？你想听什么？实话。你会建议突然冒出个儿子吗？难道小七知道他是我儿子？不行，我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慢慢试探。虽然都是我儿子吧，会很震惊，但我开心倒还不行呢。我怎么会介意？我在意的是那个儿子，他是从哪来的？有可能是从花派送的。走。你进屋啊，等会儿。谢谢，这些都挺好啊。小七，这是你小时候啊。小七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小七，你妈咪有跟你说，相信不是你师生吧？是吧？傅锦昭，你有什么事就问我，你不要威胁小七。直接去房间把门关上。你说什么？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手？还是说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心虚了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小七是萧敬的儿子。那你跟我解释一下，我的老婆跟别人生的孩子，为什么跟我长得不一样？巧合罢了，副总不会在意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已经让江华重新去调查5年前的事了。小七的亲子报告，我也让人重新做。傅锦洲竟然做了亲子鉴定，他什么时候拿到小七的毛发？傅锦洲，小七是我的儿子，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凭什么给他做亲子鉴定？小朱，如果小七不是我的儿子，你随便搞，我愿意承担任何一切，好吗？但如果小七是我的儿子，你要想好后果。后果？你要什么后果？傅锦洲，你就不好好想想自己犯了什么错吗？就是说，你承认小七是我儿子了？我没这么说。夏初，孩子是瞒不住的。锦秋哥哥，阿姨突然晕倒了，我把她送到医院来了，你快过来吧。妈在国外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思琪，你在哪儿？来地址吗？思琪，你在哪儿？我知道你，别哭了。夏初，看到了吗？你永远都比不上苏青衣在他心里的位置。就算他知道小七是他的儿子，苏青衣也会阻止的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万一夏初趁我不注意，悄悄带着小七离开，我要去哪里找人？不行，我得带着他们娘俩一起去医院。还是你吧，你跟我去。哎，我不去，我为什么要去？他们讨厌我。再说了，如果他醒来看到我，会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在呢，你带小心点去。但是你希望我来承认？子君，哎，小七，同学放心吧，医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他会跟检查哥哥说你的心脏病。今天这次我就给他装个绝症，逼着锦州跟那个女人把婚离了，让他去你下。谢谢阿姨，但是锦州哥哥知道我们骗他，会不会生气啊？我还生气呢，不孝之子，竟然还想认领一个私生子，哼！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他休想。阿姨，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怪锦州哥哥。老东西，你可一定要给力点！我冒充夏初签的那份5000万美元的合同，若是再无力偿还，就要被起诉了，还会面临监禁的危险。所以我必须成为副太太。
让傅锦州替我还钱。是，都怪那夏初的贱人。老巫婆，老夫要去买的，快点装病！你个小兔崽，谁让你来的？老夫让我来的。阿姨，回头再收拾那个小乐手，你先躺下。哎呦，疼死我！锦州哥哥，夏初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不想来，傅锦州求我。夏初，你生下私生子，都把阿姨接到医院来了，你还有脸来？谢谢你送我妈来医院，不过我们的家事轮不到你插手。锦州哥哥，苏心野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，就算没有夏初，我们也不能。锦州哥哥，为什么对我这么绝情？我是真的喜欢你。真心？你这样的人有真心？我是真的爱你的，而且夏初他都生下别人的私生子了，你为什么愿意接受他，却不愿意接受我？苏心野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我们傅家的事儿轮不到你插手。阿姨，你听到锦州哥哥说什么了吗？你快醒醒！傅锦州，你这个不孝之子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你？你今天必须跟夏初把婚离了，去庆义，否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。您要是喜欢住院呢，我让江华给你安排一间单独的养老院，您自己慢慢住，住到死啊！锦州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为了那个贱女人，你要赶我出门是不是？你自己喜欢，那就由不得我。哼，老巫婆还装心脏病，那就送她一份大礼吓吓她。我要黑进医院系统，把她的体检检查结果改成是白血病。我喜欢啥？我就是不住了，谁愿意住院呀？爸，你就别闹了，你不行吗？你打算闹到什么时候？刘芳家的家属来了。不是，有关刘女士的病情，我们需要单独聊一聊。等一下，我是刘芳娇本人，我自己的病情我知道。你现在啥结果？你当着我面说。说吧。刘芳娇女士初步怀疑是白血病，需要进一步治疗。我就是心脏病，我怎么白血病了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罗女士，你不是心脏病，是白血病。石青青，阿姨的调查经理没错。家属尽快商量一下，老人病单独的。哎呦，我不就是装了个病，这就是真的白血病。儿子，妈是不是活不成了？妈不想死。爸，您别着急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去再找医生问下具体情况。小姐，别都生病了，还笑，不礼貌。哎，你说他干什么？小杰，这么应干的。妈咪，我听到他骂你，所以我悄悄改了他的检查结果。小七，还有什么证据？你妈根本没病，小七用手机黑进了医院的系统，改了妈的检查结果。看什么看？你妈欺负我妈咪，我只是给她点教训。要是反打我报警。小小年纪，先是入侵了富士集团的财务系统，现在又入侵了私立医院的内部系统，不错，有出息。不生气，我可是欺负你妈咪。已经没做了，做了坏事的人该得到教训。那我们去吓唬老巫婆吧。好嘞。问一下，给苏青玉准备的礼物。锦州，大夫怎么说的？妈，大夫让你放宽心，有什么疑问就说。儿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他是不是活不成了？他医院应该快死了吧？傅锦州，你是个不孝子啊！让我连个大孙子都没抱上呢，我现在就快死了。还好，青怡她现在怀孕了，你现在马上跟她离婚，给我把青怡娶回来。哼，渣男！她怀孕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锦州哥哥，其实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哎，我这个身体是做了换肾手术的，每天吃抗生素。你觉得我这个身体能生吗？傅锦州竟然不能生育了，可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赖着他。可是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怀上的呀，夏初他也知道的。我知道他不行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别
可不老是跟我作对。打我！我说过，谁动我儿子，我跟他没完。是他自己卖我的包，也许就是为了教育他才。我说，别激动，为了这个人，不知道。苏青叶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破产，你以我 Sweet 与 M 国签了一份5000万美金的合约，我忍你很久，该为自己的全部窃行为付出代价。夏夏，别抓了你的手，我送他去接受法律制裁就好了。谢谢。你的事情怎么样？全胜。萧月偷税漏税的事情已经交上去了，萧老爷子罢免了他在萧世界所有的书。运气好的话，苏小姐还能在里面跟他碰上一面。好处了，以后萧家就是我的了。大儿子，随时欢迎你来萧家继承萧家财产。谢谢小青爸爸。走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们也走了，小七。副总查到了，5年前闹瓦的女人就是夏小姐，亲子鉴定结果也出来了，您和小七的确是父子关系。我有点急事先。爸，你的遗愿实现了，好好照顾你的大孙子。我跟夏叔还要治下来。啥情况这是5年前的那晚，其实夏叔怀孕了，要不是你，他们我只能收这么多回去。这是真的。可是我现在我活不成了呀！我咋照顾我大孙子？你没病，以后别装病了，好好照顾你大孙子。没病？好几个臭小子，你是不是看你妈活的时间长了，你这样子吓唬我？是你的宝贝大孙子送给你第一份见面礼。哎呦，我大孙子送给我的，我就喜欢。我就说你是我大孙子，大孙子，他们都说我眼花了呀！我们好好谈谈。老婆，对不起。傅锦城，你以为你的一句对不起，就能弥补这些年对我的伤害吗？你别哭，你别哭。傅锦州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，你像一束光一样，强烈的出现在我的生命中。我那么的想靠近你，可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可那晚，你说你要对我负责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对不起。可一觉醒来，就像是一场梦一样。我拿着你给我的玉佩，我出国之后拼命的努力，我就想着，哪怕是光，我也要追一追。后来，慢慢的，我有资格能和你站在一起了，你却病了，我必须要救你。我答应过小七，我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我不知道，命运如此的触动。对不起，我不敢没有查清楚真相，就妄下结论，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。你以为一句道歉就够了？小七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抢他。我给你写小七。是你的，小妹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我才不要。夏夏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未来，我想去弥补你，弥补小七。你去问小七去。小七肯定同意。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得说说我能力的问题，免得你到时候说我不行。啊，等等，小七还在医院呢。没事儿，我妈刚抱上孙子。捧在手心都来不及呢，没有时间管我。
我还没准备好。你只需要配合我就好了。这5年，我在梦里见过你无数次，老婆，让我好好弥补你。